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扎心的社会真相。从当下的经济和就业数据来看，现有的就业人口已经足以支撑经济的正常运行，甚至还能实现稳步增长。但问题在于，如果我们放弃高增长的发展节奏，这些未能成功就业的人口，其经济价值将逐渐趋近于零。这个时候，就业会慢慢变成一种社会福利，而福利的属性决定了，即便这些人找到工作，收入也会非常有限。要打破这种局面，我们必须找到一条新的增长曲线，来容纳更多的就业人口。那么趋势在哪里？我们又该如何把握？大家好，我是遨游鱼塘的躺平猫，一个努力让数据开口说话的财经博主。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2024年我国 GDP 增速为 5%， 虽然保持了正增长，但就业市场的结构性矛盾却愈发突出。数据显示，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长期维持在 14% 以上，而25至59岁主力劳动人口的失业率则相对较低，仅为 5.1%。这说明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无法充分吸纳新增劳动力，尤其是年轻人。与此同时，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用工需求出现明显分化，制造业岗位减少，而服务业岗位增加，但后者往往薪资较低，且对技能要求不高，难以形成有效的经济拉动。更令人担忧的是，2024年全国劳动人口总量为 8.8 亿，而实际就业人口仅为 7.4 亿，这意味着有近 1.4 亿人处于隐性失业或低效就业状态。这部分人群的经济价值正在被边缘化，如果不能找到新的增长点，他们的处境将更加艰难。每当新技术出现，比如人工智能或自动驾驶，总有人担心会有大批人被淘汰，但也有人认为，新产业虽然会淘汰旧产业的劳动人口，却也会创造许多新岗位。这个观点最早由凯恩斯在1936年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从宏观层面看确实没错。比如电商的崛起虽然挤压了传统百货的生存空间，但也催生了物流、客服等新行业，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然而这个观点的正确性仅限于宏观层面，一旦从微观角度看，我们会发现新岗位和旧岗位的从业者并不是同一批人。当年被电商挤走的百货从业者并没有成为物流人或客服人，因为新产业更青睐年轻人。事实上，就业问题从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就一直存在，而今天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史诗级的，因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面对10亿级人口的产业升级。单一的办法显然无法解决问题，破局之道必须是一套组合拳，包含3个维度：转移支付、对内分流和对外输出。首先，我们来说说转移支付。从某种意义上讲，转移支付产业升级可以看作是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让利的过程。简单来说，生产袜子的工厂被关闭，换上生产芯片和新能源的企业，不是因为袜子卖不动了，而是因为生产芯片对社会更有财富增值效率。那么袜子厂的工人应该得到一定的补贴，比如过去给农民减负，本质上就是一种财富的转移支付。今天的情况类似，只不过我们换了个名字，叫反贫帮扶。然而这种政策的隐性运作方式，大部分人根本感受不到它的存在，除非你特别贫穷。以2023年的数据为例，全国共有超过2000万传统制造业工人面临转岗或失业风险，而政府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和再就业补贴，成功帮助其中约 60% 的人找到了新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已经解决，因为新岗位的薪资水平普遍低于原岗位，且稳定性较差。第二条路则是对内进行社会分流。从2024年的经济数据可以看出，第一产业体量太小，第二产业门槛太高，只有占国民经济半壁江山的第三产业能够被拿出来切蛋糕。因此，从教育分流到官方的免费职业技能培训，本质上都是为了帮助被淘汰的旧产业从业者转向新产业衍生的生产性服务业或基础服务业。这也是为什么最近家政行业被大力推广的原因。家政只是一个开始，为了做大蛋糕，承载更多就业人口，第三产业将成为未来政策发力的重点。数据显示，2023年第三产业对 GDP 的贡献率超过 55%， 吸纳了超过4亿就业人口。然而，第三产业的平均薪资水平仅为第二产业的 70% 左右，且岗位流动性大，稳定性差。这意味着，虽然第三产业能够提供大量就业机会，
但其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有限，难以成为长期增长的核心动力。最后一条路是对外输出，这也是我们最大的增量。产业升级意味着低端产业的过剩与淘汰，向新兴市场输出是每个发达国家的必经之路。与低端产业出口相匹配的是低端就业人口的输出。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后，产能过剩成为其内部最大问题。恰逢当时中国需求旺盛，我们成了日本最大的输出市场之一。从商品到生产线，甚至技术人员，日本几乎把所有能出口的都送了过来。如果没有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这些人在日本国内很可能被淘汰。我们曾分析了中国在亚非拉市场的布局，本质上，中国品牌将像当年的日企一样，在亚非拉世界遍地开花，同时也会有大量就业人口随之走出去。从最近我们在国际上的强硬动作可以看出，这条路线今年将加速推进。因为随着走出去的企业和人员越来越多，如何让他们安全地把钱带回来，成了最重要的事情。以2023年为例，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超过200亿美元，带动了超过50万人的海外就业。这些就业岗位主要集中在基建、制造和能源领域，为国内低端劳动力提供了新的出路。从当前的结果来看，如果你没有搭上产业升级的快车道，那么你很可能正处在产业淘汰的边缘。作为普通人，未来的选择无非3种：自我放弃、投身第三产业，或者走向海外。当然，极少数人也会发现，在这3条路线中，其实蕴藏着许多机会。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同学，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咱们下期再见。